妈，我想上学。妈知道，妈晓得你想读书，可家里把2头猪都卖了，拢共只凑出32块，学费还是不够。不哭了，你爸去大伯和二姑家问了，看能不能借点。他爸借到钱了吗？大伯拿了2块，二姑添了5块，他们都说各家也揭不开锅，拿不出更多的了。我先去学校找老师，看能不能先让我报上名，剩下学费秋收后再补。文秀，是爸没本事，委屈你了。爸，您别这么说，我到学校一定会好好读书的。里面装了2个窝头，路上饿了就吃2口。同学你好，你知道在哪报名吗？我也要去，一起走吧。谢谢。名字梁文秀，学费加书本费总共68块，你交了39块，还差29块。老师，我家里实在凑不出来了，能不能先让我报名？余下的钱我写张欠条，等秋收结束，我家一定补齐。孩子，你的情况我能理解，可学校有规定。老师，我走了20里山路来这儿，我真的很想读书。我说过了，这是学校的规定。下一位吧。老师，他那一份我帮忙也交上。你们认识？我爸说能帮人就帮衬一把。老师，他那份还差多少？我来补上。行，下一个。同学，这钱我一定还你。我家秋收之后。不用还，你以后读好书就行。对了，你座位在我边上，靠窗那个。说起来，你们还记得沈燕之吗？听说她如今过得不太如意，前几年离了婚，独自带着孩子在菜市场摆摊卖豆腐呢。在哪处菜市场？老梁，现在身家10个亿，还惦记着这位卖豆腐的。人家如今是大老板，做慈善帮到老同学这儿了。赵宇德，我问你，他在哪儿？好像是省城南边的庆丰菜市场，具体我也说不准，都是听人说的。大家慢吃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哎，老梁，你酒还没敬呢。梁总，怎么了？帮我查个人，叫沈燕之，86年安平县第一中学的，如今应该在省城庆丰菜市场一带，今晚就要。好的。又是你打的水，你可比我爸还细心。好香啊！拿着。好吃。你烤的鱼就是天底下最美味的鱼。全班红薯全都烤焦了，就你烤的色泽金黄，你到底怎么烤的？先用湿泥巴裹一层，再慢慢烤，我父亲教我的。我表哥穿不下的，你拿去穿吧。文秀，我前阵子去供销社看到沈燕之挑这双棉鞋，听说他攒了好久的零用钱。文秀，你爸上山摔了腿，摔断了，家里地没人干活了，你要不先回来帮忙，高考明年再说。阿姨，这是200块钱，我找班主任凑了一些，我爸也出了一份，你们先拿着，给叔治腿。闺女，这钱太多了，我们……你敢不参加高考，我跟你没完！文秀，沈燕之专门跑来找我求的，你不能辜负他这番心意。燕之，文秀去了大家就好好念书，这笔钱不用还。如果你非要还，帮帮别的念不起书的孩子。我走了，你自己多保重。大学4年，我们通过几封信，毕业以后联系就断了。九几年我回安平县找过她老邻居，说她嫁人了，跟丈夫去了南方，我便没再打听。每到开学季，我总会想起1986年的秋天，那个帮我补齐36块学费的姑娘。梁总，查到了，沈燕之确实在庆丰菜市场126号摊位卖豆腐和豆制品，住在菜市场后面的老旧小区，带着个18岁的女儿。变成这样，此事说来话长。现在说，沈女士93年结的婚，丈夫叫钱志华，在南方做服装生意。夫妻俩携手打拼，是一起创业的。
把小买卖慢慢做大，生意做得不小。可到2000年的时候，钱志华在外有了新人，要离婚，沈女士不答应，她联合弟弟钱志洲伪造了2份账，把整个公司的资产做成了负数。什么叫做成负数？账面上，公司不仅没有资产，还欠着债。后来法院判决离婚，沈女士不但1分没分到，还反倒背了公司30万债务。他没请律师？请了，但他请不了资深律师，就找了位普通律师。对方请了4位专攻财产纠纷的律师团队，两边实力悬殊，难以胜诉。后来呢？后来沈女士带着女儿回到省城四处打工。可钱志他人脉广，他去哪儿求职总会被人暗中刁难。后来他才发现钱志华在背后动手脚，他还打听到前夫跟人说过一句话，要让沈燕之这辈子彻底没法翻身，省得他到处说自己的所作所为。这些年他女儿在上高中，学费、生活费全靠他摆的豆腐摊勉强维持，听说身体也不太好。另外还有件事，钱志华那家公司的前身就是他和沈女士当年一起创办的夫妻档，现在年营收8个多亿。8个多亿，他净身出户？没错。联系方瑶律师，让他今晚赶过来。方瑶，全省最好的商业律师。对，还有，让财务准备500万的流动资金。梁总，这是86年，他帮我交了36块钱学费，眼都没眨一下。如今他有难处，我若是视而不见，我还有良心吗？好的，梁总，我马上联系。还有，明天清晨5点来接我，别开奔驰，换那辆帕萨特。梁总，车在楼下了。下来了。新鲜豆腐刚做好的，来1块豆腐，要嫩的还是老的？嫩点的。2块钱。机器坏好几天了，扫不了码，只收现金。文秀，燕之，是我你怎么在这儿？来找你。找我做什么？我没什么值得你找的。燕之，这谁呀？你老同学？你忙你的。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昨天同学聚会有人提到你。谁提的？赵宇德。赵宇德，他倒是消息灵通。燕之，这些年你别说这个，你呢？这些年过得还好吗？我还好。燕之，你这个老同学穿的挺体面的嘛，是不是发达了来看你的？燕之，你中午有空吗？我想请你吃顿饭。不行，中午是买菜高峰，离不开人。那晚上呢？晚上要回去给西西做饭。西西，你女儿？上高2了。带上孩子一起。你特地来找我，到底什么事儿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见见你。38年没见了。行吧，菜市场后面的巷子口等我，别订那些高档大饭店。好。哟，老板娘，今天的豆腐新鲜不新鲜？王姐绝对新鲜，今早4点起来磨的。多少钱？2块钱。2块？怎么涨了2毛？今年黄豆进价涨了，摊位费也涨了些，实在没办法。卖块豆腐还年年涨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卖的是金子呢。你先回去吧，我这边还要忙了。文秀，你来找我，我挺开心的。梁总，您还好吧？小陈，在，帮我把钱志华他的公司资产、人脉关系、如今的往来人员，还有他弟弟的全部摸排清楚。另外，查清沈燕之女儿在哪所学校读高2，学费是否缴清，以及学习成绩怎么样。今天之内把信息给我。钱志华，南方某服装集团实际控制人，年营收8亿加，2017年离婚。这是西西。梁叔叔好。西西，你在几中读书？省城17中。本来成绩够上8美的，但学费太贵。燕之来了，还带了客人。老板，来2碗牛肉面，1碗素面。老板，3碗牛肉面加3份牛肉，再来几个小菜。不用这么多。30年没见了，多吃点。你还记得你以前烤的红薯吗？金黄金黄的，全班就你，只有你能烤得这么好。记得，你一把裹一层慢慢烤，我爸教的。燕之，你现在在住的地方条件怎么样？还可以。妈，你跟梁叔叔说实话吧，我们租的那房子一下雨就漏水，上个月暖气也坏了，房东说没法维修，让我们自己想办法。西西，燕之，你先听我说，
梁文秀，你今天来不只是叙旧的吧？你是不是听说了我的事儿？听说了，听说了什么？关于钱志华的事儿。这事儿你不用插手，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我能扛住。你扛了10几年了，扛出什么结果了？梁叔叔，你要是真心想帮我妈，你就帮。她嘴硬，她每天晚上偷偷哭，以为我没发现。沈西西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妈，你上个月腰疼的都直不起身，您都不去医院，因为舍不得花钱就不去看病。文秀，你别听孩子说，我真不用你帮忙。当年那36块钱，你跟我提钱？86年你帮我的时候，你提钱了吗？你送我棉鞋的时候提钱了吗？高考前你给我家凑200块钱的时候提钱了吗？你说不用还，让我以后帮读不起书的孩子。这么多年，我每年都向贫困助学基金捐100万，我做到了。但你呢？你现在的日子，我又怎能视而不见？燕之，我不是来接济你的，我是来报恩的。你当年对我的那份恩情，我这辈子都报答不完。但至少这次，我要帮你拿回本该属于你的一切。怎么样？钱志华在南方根基深得很，律师关系我那个都比不过他。我从前争不过，如今也不行。他去年上了省的企业家协会副会长，那个副会长的名额本来是行业协会推荐我去的，我推辞了。你究竟是做什么的？梁总，方律师的航班8点半落地，接机已经安排妥当，这是您要的资料。你是梁总，什么行业的？建材，国内排前10。这是钱志华当年转移资产的证据，线索我让人查了一下午。他做假账的时候有不少破绽，只要委托个好律师，重新起诉，胜诉把握至少70%。可我请不起好律师。方瑶全省最好的商事律师，明天早上到，费用你不必顾虑。文秀，这要花很多钱。想当初你拿出36块帮我时，也半点不曾犹豫。你这人性子还是和年少时一样执拗。你也一样。方律师辛苦了，梁总在楼上等您。材料都备齐了吗？下午就整理妥当，全部都在这里。燕之今天上午有空抽空过来一趟吗？方律师昨晚到了，你得当面来核对沟通。去哪儿？我住的酒店会议室，放心，就聊案子的事儿。我让小陈去菜市场接你。别紧张。梁总，这个案子胜率很大，对方当年转移资产的手法很粗糙，账目间存在明显矛盾，有2处关键证据，一处是06年注册的一家空壳公司，另一处是公司的固定资产评估报告。方律师，如果重新起诉，最多能抓回多少？沈女士，至少应该分到3到4个亿，加上这些年的增值部分，5亿以上是完全有可能的。5亿？方律师，还有一个情况，沈女士离婚后3次创业屡屡失败，如果能证实是钱志华指使的，能不能一并追究？完全可以。如果能证明是蓄意进行商业打压，我们还能额外主张精神损害赔偿。文秀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等官司打赢了，请我吃碗豆腐就行。赵玉德的表妹就是钱志华现在的老婆。钱志华最近生意出问题了，他特意让赵志德在同学会上提起我的事，是故意的。若是你无动于衷，钱志华就放心了，连老同学都不在意我，我这辈子就真的没法翻身了。文秀，你帮我打官司，他一定会记恨在心，想方设法对付你。他手段也多，你小心些。他的手段在我面前不值一提。老梁，你那天中午怎么突然离开了？兄弟们都在问，改天再聚一回吗？赵玉德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在同学会上提沈燕之是谁让你提的？老梁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就是随口一提。钱志华的老婆是你表妹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哎，老梁，你别多想，我就是关心老同学嘛。关心老同学，你在省城也算小有身份的人。他在菜市场卖豆腐这么多年，你看过他一次吗？赵玉德，我再问你一遍，是不是钱志华让你打探沈燕之的近况？是，就是想知道他过得怎么样，有没有请律师，有没有人帮他。你怎么回复他的？我还没来得及回话，你就离开了。那你现在就回消息，就告诉他，沈燕之有人帮了。请问是梁文秀梁总吗？我是钱志华，久仰梁总大名。有事就直说。
听说您最近跟我前妻有来往，我这个人心思细，怕被人误会，所以想亲自跟您沟通下。如果他跟您说了什么不好听的话，您不要放心上。我们当年的事儿明明白白，法院判过了。当年法院判决的时候，你做了2套假账。梁总，这话可不能随便说，这是诽谤。是不是诽谤？法庭上见。梁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和您无冤无仇。你欺压我同学，就和我有仇。诉前材料都整理妥当了吗？整理好了，明天可以递交法院。速办。梁总，诉前财产保全已经通过，法院冻结了钱志华公司1000万的账户资金。妈，你快看，钱志华的公司被查封了。文秀，钱志华那边绝不会就此罢休。他这人看着待人谦和，背后做事不择手段。燕之，你就安心做你的豆腐，其他的事儿我来处理。你还是和年少时一样执拗。你也是。我是南方商会的陈平荣，要是您下午有空，我做东请您喝杯茶。好，下午3点，陈会长定地方。陈会长，你跟钱志华什么时候走这么近了？梁总这话说的，何必为了一桩陈年旧事闹得不好看？钱志华让你来说和，他给了你什么好处？是南边那块地的项目合作，还是别的什么？你回去告诉钱志华，他当年做假账侵吞前妻财产，证据我手里有。这个官司他躲不掉，谁来说情没用。陈会长，您在商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趟这个浑汤之前，先想想值不值得。钱志华的底子干不干净，您心里比谁都清楚。方律师，材料递上去吧，正式起诉。另外加一条，申请调查钱志华名下所有关联公司的实际的资产情况。这个工作量不小。无妨。你需要多少人，我全力调配。文秀，我是凤英，有件事跟你提一句。钱志华昨天让赵宇德挨个联络老同学，想凑出一群人调解团来劝你撤案。赵宇德已经找了7、8人了，后天一起来省城，打着同窗情分出面来劝和。你是从哪里得知这个消息？赵德发也找上我，我没同意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年沈燕之也帮过我。高3那年，我得了阑尾炎，住院整整1个月没能上课。是沈燕之每天放学跑来医院帮我补笔记，1个月的每一天都不曾间断。他这人对谁都好，唯独总委屈自己。你替他把公道讨回来就行。凤英，多谢你告知我这些。不用客气，我就是看不惯赵宇德那帮人。小陈，我在。帮我查赵宇德那个调解团的名单，每个人跟钱志辉之间的关联梳理出来。梁总，一共7个人，其中4个跟钱志华有生意合作。牵头的人叫孙伟，念书时就惯于攀附他人，如今给钱志华做南方市场的分销商。让他们来。梁总去吗？去。我也想瞧瞧他请了哪些人。老梁，哥几个特意从各地刚过来，就为了叙叙旧。来，快请坐。老梁，允许我介绍一下，志华你认识的，也是咱安平一中的，比我们低2届，大家都是老校友，凡事都好商量嘛。梁总，久仰，上次电话里通话仓促就挂了，今天正好当面谈谈。你组这个局花了多少钱？什么花钱不花钱的，老同学小聚。赵宇德，你不用多说了。你想说什么直说。梁总，您帮沈燕之打这个官司没必要。当年的离婚协议是他自愿签字确认的，法院也判了，翻旧账伤和气。他签字的时候知道你做了假账吗？什么假账？梁总这话可不能随口乱讲。你名下06年注册的鼎盛贸易就是个空壳公司，法人是你弟弟钱志洲，实际出资400万，有200万是从沈燕之的私人账户转出去的。你报给法院的时候说是借款，但拿不出任何借款证证。
梁总，您消息挺灵通的。还有你们公司06年到07年有一批资产3个工厂的设备和厂房，评估价报给法院的是800万，但你同期通过另一家关联公司做了银行抵押贷款，银行评估价足足有3600万。这个差额，你愿意法庭上掰得清楚吗？梁总，我们都是生意人，您何必为了一个她不是普通的女人，她是我的恩人。86年我交不起学费，是她帮我交的36块钱，你可能觉得不算什么，但在那个年代，那是我全家大半年的生活费。她帮我交学费、买棉鞋，帮我家凑钱让我参加高考，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我。可你呢？你娶了她，和她一起打拼，赚了钱以后把她净身出户，还不让她翻身，你自己摸着良心问问，你对得起她吗？梁文祥，你别不识抬举，我今天来是给你面子。沈燕之向来心气高傲，当年离婚是她自己选的路，她的选择你背着她，在外面做了什么你心里不清楚吗？钱志华，你今天来，在座的也都来了，我把话撂这儿，这场官司我打定了。赵宇德，你和钱志华的关系你心里清楚。孙伟，你在南方的那个加工厂，是钱志华给的订单资源吧？你们今天来。是为了同学情分，还是为了钱志华的人情？文秀，我就是来凑个热闹。赵宇德说老同学聚聚，我就来了。但这个场面我实在待不住，我先走了。我也走，我也不掺和这事儿。梁文秀，你真要跟我过不去？不是我跟你过不去，是你做的事儿该有个了结了。我在南方经商20年生意，你真以为我就这点能耐？你有什么手段尽管使。我梁文秀经商30年生意，还没怕过谁。安心做你的豆腐，其他的我来处理。好。梁总，网上出状况了，一夜之间冒出来一批文章。钱志华的第一步棋意料之中。文秀，网上那些言论你都看见了吗？看到了。他们全都颠倒黑白，说我们所言不实。我知道。你不出面处理吗？已经在处理了。梁总。网上关于您和沈女士的留言，您怎么回应？06年，我连60元学费都无力承担，是沈燕之同学帮我交的。30年了，他从未提过让我还钱。现在他遭人算计，受尽委屈，我帮他打个官司，理所应当。至于网上那些不实言论，我只想说，造谣向来容易，澄清却要费心费力。但我有足够底气，把真相公之于众。梁总，舆论风向反转，不少网友开始深挖钱志华的过往。挖到什么了？钱志华在沈女士之前还有一段婚姻，第一任妻子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和他分开的，结局也不好。这件事曝光后，全网议论纷纷。说，梁文秀，做事别太过分。我过分？你先把你的那些黑稿全部删掉，其他的法庭上见。你以为你稳赢了？你会后悔的。文秀他们把我摊子砸了。你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西西也好好的。派出所的人正在看监控。你和西西今天别回出租屋了，我让小陈在酒店订好房间，你们先暂住。不用不用。你听我说，钱志华已经不是在打官司了，他是在恶意闹事。你带着孩子住在老旧出租屋太不安全了。小陈，第一，联系一家安保公司，派人保护沈燕之和西西的安全。第二，把砸摊子的事儿看看能不能纳入诉讼材料。钱志华，你过线了。梁总，砸摊子的人已经查到，确实是钱志华那边安排的，监控拍得清清楚楚。方律师怎么说？方律师说，这件事对我方十分有利，可以在开庭的时候一并提出来。法院也针对此次恶意滋事，对钱志华采取了管控作策。知道了。文秀，我住酒店始终心神不宁，花你的开销我实在过意不去。这算什么钱？你当年的36块，折算到今天，算上通胀利息，加上你帮我买棉鞋，帮我家送钱，我现在欠你的比我资产还多。你这个人啊，性子执拗对吧？这话你都说过无数回了。文秀，其实有件事我从来没跟你提过。说什么事儿？当年我帮你交学费，不完全是因为听了我爸那句能帮就帮的话。开学第一天，你站在报名处，手里攥着钱，脸憋得通红。我在后面看你好久，你穿着你爸的旧军装改的衣服，袖子长出来一大截，裤腿用草绳捆着。
但你站在那里，腰板挺得顶直，那一刻我就想，这个人以后一定不会平庸。你这话，要是早说30年就好了。说了有什么？说了我就不会白白错过你了。谈不上什么错过不错过的，能再遇见你就已经足够了。紧张吗？有点儿。别紧张，公道在人心。妈，这件衣服漂亮吗？你攒了半年零花钱给我买的，怎么会不好看？现在开庭。钱志华提出，当年离婚判决已生效，不应翻案。审判长，我方不存在翻旧案的说法，而是源于发现的全新证据。原告方是在今年才知晓被告当年藏匿婚内资产，这是被告方名下一家关联公司的备案材料和资金流水。资料显示，有一大笔资金从原告的个人账户转出，经过被告弟弟的账户周转，最终流入这家公司。可在当年的诉讼中，被告完全只字未提这家公司的存在。这只是私人借款，借款合同在哪里？有没有任何书面凭证？这是当年离婚诉讼中的资产评估报告，和同期被告用同一批资产做抵押贷款时，银行出具的评估报告。2份报告针对的是同一批资产，估值却差了好几倍，足以证明当初提交给法院的资产估价被刻意压低。出具这份评估的机构负责人也愿意当庭说明实情。休庭15分钟。方律师，我的当人有意和解，条件可以协商。我们不会和解。方律师，钱总诚意很大，可以给沈女士一笔丰厚补偿。沈女士应得的份额不是补偿，本就是她该拿回的财产份额，你们心里清楚。方律师，条件总可以再商量。没必要再商量了，继续开庭吧。沈女士在离婚后曾3次尝试创业，每次都在手续全部办妥即将经营时莫名被迫停业。我方经过核查确认，这3次关田背后全部有人为干预的痕迹，而相关线索都指向被告方。除此之外，原告曾多次求职，均在入职前后被辞退。我方联系到多家受访企业的负责人，他们表示是因为受到了外界的施压干扰。庭审结束，择日宣判。梁总对今天的庭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没有评价，静待判决即可。文秀他真的做了那么多事针对我，是3次创业都是他组织的，没错，连我去找工作也是他搅黄的，没错。17年了，我以为是我命不好，我以为是我能力不够，我拼尽全力好好生活，每一次都以为这次又能行了，可每一次都失败。原来根本不是我不行，从最开始就有人在打压我的出路。妈，你敷一下。西西，你妈今天太累了，你陪她好好休息，我处理点事情。梁叔叔，我爸是不是坏人？西西，是。我早就清楚了。梁总，一审判决下来了。说。法院认定被告在婚姻存续期间存在隐瞒和转移共同财产的违法行为，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大额财产补偿款，叠加各项赔偿，总额十分可观。说具体多少？远超对方的预期，够沈女士往后余生不用再操心了。这么多？是的，一审判决对方如果没上诉，15天后生效。妈，怎么了？我们赢了。梁总，2审结果出来了，维持原判。而且方律师说，钱志辉在1审判决后有转移资产的动作，被法院及时察觉，账户全部冻结。不出所料，钱志辉那边现在彻底乱了，局面一团糟。燕之，我是凤英，听说你赢了，替你高兴。这些年你受的苦我也能猜到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祝好。凤英这人吧，说话虽然不是很清楚，有时候有点冲，但心不坏。他倒是当初老同学里唯一一个没帮钱志活的。沈女士，通知您一声，钱志华那边的事儿，法院已经在依法处理了，该追的都在追，该冻结的都在冻，您这边就不用再费心了。妈，你不高兴吗？没有，只是觉得挺没劲的。燕之，好久没见你来了，你的摊位我帮你照看着呢。哎，你怎么坐这么好的车来的？张姐，谢谢你帮我看着摊子，这几年你一直照顾我，我都没好好谢过你。
我不卖豆腐了，但以后有什么需要的，你跟我说。这是2万块钱，你当初借我的那3000块钱，连本带利，剩下的算我请你吃饭。你这孩子，3000块钱还什么还？我当时就说了不用还的。那可不行，我从来不摆女人家的东西。走了。文秀，我想干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想开一家豆制品厂，正规的大规模的，用我奶奶的手艺做真材实料的豆腐。我帮你。我不是让你掏钱，我用我自己的钱。这个车间的排水系统得重做，做豆腐最怕水不干净，这方面不能凑合。沈总，改设计要追加预算。品质的钱不叫追加，叫投入。改这个压制时间还是差点意思。你看这个横侧面不够细腻，我奶奶过去做的豆腐，掰开是没有气孔的。再调10分钟试试。沈总，多压10分钟，产量要降2成。产量可以慢慢提，品质不能将就。咱们卖的就是一个真材实料这4个字，砸了什么全没了。妈，你看这个包装设计，我到第3版了，用这个暖黄色，有手工的感觉，跟超市那些工业包装一眼就能区别开。好看，就是“芝奶奶”这3个字儿再放大点，让人大老远就能看见。行，我再改改。妈，你今天可别熬太晚了，都12点了。你先睡，我把这个月的账盘完。沈总，您从菜市场卖豆腐起步，到现在做出了自己的品牌，您觉得最大的转折点是什么？最大的转折点是一个老同学来菜市场买了一块豆腐。是梁文秀梁总吗？是他。30年前他交不上学费，我帮他交了36块钱。30年后我跌了跟头，他带着整个律师团来帮我打官司。你们之间？我们之间就是同学。这段采访被数10万人转发，这才叫同学情，比那些同学会上炫富比来比去的强了1万倍。36块钱换来的报恩，比电视剧还精彩。妈，我考上了，省城最好的大学，金融专业。梁叔叔，等我学成了，我要回来帮我妈把公司干到上市。好，到时候你妈当董事长，你做 CEO， 我退休了。不行，你得当顾问。燕之，当年那事儿是我对不住你。赵宇德，你没有亏欠我，你只是丢了自己做人的骨气。江景房3室2厅，你和西西住刚合适。不行，你帮我打了官司，请了律师，还派人帮我建工厂，这些我已经心里很过不去了。再收你的房子，那我成什么人了？西西呢？西西也习惯了。妈，收下吧，你跟梁叔叔推来推去的多没劲，他又不是外人。就你嘴醉。文秀，我做了个梦。什么梦？我梦见我们又回到了安平一中，你还坐在我旁边，还是穿着你爸的旧军装改的衣服，我又帮你交了学费。老师让我们自我介绍，你站起来说：“我叫梁文秀，以后要当国家的顶梁柱。”全班都笑了。后来我醒了，谢谢你没有忘了我。燕之，我这辈子遇到过不少贵人，也干过不少大事，但最重要的那件事儿发生在86年秋天，安平一中的报名处。那天，一个叫沈妍之那个姑娘帮一个穷小子垫了36块钱学费，从那以后，那个穷小子欠了她一辈子。沈总，您最想感谢的人是谁？我想感谢2个人，一个是我的女儿西西，这2年她帮我做了所有我不擅长的事情，没有她，这个奖我拿不到。第2个人是我的高中同桌梁文秀，30多年前我用36块钱帮她交了学费，她到今天还在还，还了30多年，还了远远超过那36块钱的东西。文秀，我在。你还记不记得高考前那晚我们在学校操场上背书？记得，你背英语，我背政治，蚊子咬了一身包。那天晚上你讲过一句话。我讲什么了？你说燕之，等我以后有出息了，一定请你吃一顿最好的。我说过。
你说了。那我这顿请了没有？还没呢，你欠我30年了。那今晚今晚太晚了，改明天吧。好，那就明天。